注意看，嚣张的日本选手背后偷袭中国小伙，试图通过断头台掰断小伙的脖子。可即使现场的中国教练团极力阻拦，可日本狂人竟仍将手中的臭鞋砸向小伙，完全没把中国小伙当人看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另一位中国小伙同样遭其毒手，完全不顾裁判的阻拦，妄想大庭广众把小伙打死打残。有请坦克邱建良，漂亮的动作，小跟对了，再看一下转身。抗日奇侠邱建良当即带领中国小伙杀往东京踢馆，上白脚蝎子摆尾，彻底打得日本冠军倒地不起，扬我华夏国威。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，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，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。邱建良，你讲话不要太嚣张，劝你赶紧夹起尾巴滚回中国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在擂台上一睡不起，亲手把鲜花插在你的墓碑前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看完从头爽到脚的中日对抗。绿色裤衩的就是日本拳王小宫游纪博，黑色战袍就是坦克邱建良。邱建良此次踢馆带领6位中国勇士来到东京，他们都是大东翔俱乐部的选手，也可以说是邱建良的徒弟，厉害，一脚把日本选手踹飞了几米远。邱建良和小宫游纪博的这场比赛压轴登场，是因为双方代表了中日搏击的最高水平。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的步伐非常灵活，简直就是段誉的凌波微步。邱建良飞膝砍向日本选手，果真是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惊人。裁判这里也是警告日本选手不要恶意搂抱，殊不知从此之后，日本选手对邱建良的热情大大的高，就像是猪八戒见了白骨精，垂涎3尺。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腿法如神，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每一次的蝎子摆尾都能造成巨大的伤害。而邱建良的转身后蹬还有神龙摆尾的名称，不知道老铁们喜欢哪个称号呢？いや、佐々木さん、これ、面白い、また強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そのリーがやっぱり豪快で怖いですね。ただ、田中選手はすごい経験もね。赛前的小宫游纪博出言不逊，扬言把邱建良打死在擂台当中，还真是大言不惭。不过从技术层面来看，小宫游纪博的组合拳攻势凶猛，可惜征战国际擂台的邱建良不仅是日本人的克星，犀利的腿法更是他们的勾命索。ローとボディは弱いと思うので、あと顎もそうなんです。力強い。ラグはね、なかなか突破口にならない。しっかりしてもいいから。怖い。入間さん、いいよ、一発でという対しては確かにありませんね。このどうですね。邱建良依旧发挥稳健，严密防守，用后手拳还击，同时还用腿法保持舒适距离，导致日本选手狗急跳墙，盲目进攻，主动撞上邱建良的枪口。即使被蝎子摆尾干翻倒地，日本选手仍旧满脸不忿。不过此时铃声响起，回合结束，一起欣赏中国勇士在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。邱建良的小腿平勾实在果断，轻描淡写就将对手踢翻在地。邱建良的比赛总是这么具有观赏性，甚至导致很多老铁误认为是在打假赛。殊不知中日对抗当中完全没有友谊，比赛永遠是第一的。これ刀振り回してたようですね。本当に、さっきのダウンを見ても、攻撃だったので、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、あれ。
踏踢踏倒，他微微一笑。邱建良的打法简直杀人诛心，一脚就让日本选手脸朝地上眼狗啃泥，失心疯似的上前搂抱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日本拳王的身份。我看就是赢得起输不起，而这也正是当前众多日本选手的现状。だって発散させるよりはい、強かったです。あんな感じでね。そうですね。掛け技、日本选手仗着主场优势，几次三番恶意搂抱，我看还真是寡妇盘抗完的花哨。而这种气急败坏的违规行为，也让邱建良看穿了对手的弱点，那就是体力下降、电量严重不足，索性乘胜追击，痛打落水狗。咱就说小鬼子技不如人就算了，表情还这么拽，还真是打心眼里把我们当软柿子捏呢。殊不知遇到邱建良可不仅仅是踢到了钢板，简直是碰到了神仙，实力完全是天壤之別。嫌がらせですね。足払い気味だけど、这发重拳打得日本选手鼻血横飞，不过很快就起身了。不得不夸赞这家伙的脸皮比城墙还要厚，竟能用脸接住邱建良3分力的重拳。我们讲究以礼待人，夸完日本选手之后，邱建良即将送他前往无间炼狱。双方重新开始比赛，邱建良扫踢加卡夫踢交替进攻，虚实结合，阴阳交互，沉稳干练的心态宛如太极大师。在此，请问老铁们，大家认为邱建良的搏击有中国功夫的影子吗？日本选手撞在拦网，邱建良可能觉得不过瘾，索性2234再来一次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即将进入至关重要的第3回合，也是关键的赛点。伴随着比赛深入，体力下降，此时正是 KO 的最佳时机。可小攻游纪博却开始了泼皮无赖的打法。裁判对其进行了口头警告，不得不说裁判心慈手软，如此消极比赛是要被出示黄牌警告的。不过日本主场作战也不能要求太高，毕竟他们的国民素质缺少教育。になってますね。試合から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、これでやっぱアッパーとかうまいんです。今も、線のね、だったり、細かいイングは。邱建良的有效进攻术高的吓人，虽说没能 KO 这位嚣张的对手，但大家却千万不要忽视日本拳王的含金量。虽说他们的选手整体素质较低，但选手的实力却不容小觑。就问大家对小攻游纪博的挨揍能力服不服？今回の小宮選手の作戦が出ないです。これいつ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まり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こういう歩幅が低い選手というのはローブが目に当たりやすいです。それはできません。
日本选手黔驴技穷，主动从邱建良腋下钻过去，以此来规避邱建良造成的伤害。其实不管结果如何，邱建良在这场比赛中拳如重炮，腿如寒戟，完全打出了中国勇士视死如归的气魄，值得我们为他们呐喊助威。早いです。自信までいかないようですね。最初の一歩、なかなか踏み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残り40秒です。比赛只剩下不到1分钟，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，所以小公游纪博发起了最后的冲锋。日本选手心知肚明，实力上完全是被邱建良吊打，所幸在摔倒后故意伸腿绊倒邱建良。此时我已不自觉握紧了拳头。铃声响起，比赛结束，邱建良毫无疑问的进攻点数碾压，而小公游纪博也凭借着过硬的挨揍能力撑到了最后。经过裁判一致判定，恭喜邱建良赢得了这场精彩的中日对抗，热血挥洒弘扬中国力量。感谢老铁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